Disney Plus 的《台北女子图鉴》找来了超华丽的卡司阵容，开播后却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负面评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北女子图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9月底 ，Disney Plus 原创戏剧《台北女子图鉴》开播，前几集剧情着重在描写台南跟台北的城乡差异，马上让一大票台南网友表示看到吐血，批评剧情在丑化台南，甚至连台北人也批评这部剧把台北人拍得很恶劣。那在《台北女子图鉴》演上之后，社群网站上面不仅出现了各种对于剧情的批评讨论，也冒出了一堆图鉴系列的迷因梗图。比如呢，就有网友制作了新北男子图鉴分析新北市各区的男子特征，而各大公司的小编也纷纷制作梗图蹭流量，像是虾皮呢就贴出了一系列真台北女子图鉴。那因为这波讨论实在太热烈甚至有人怀疑剧组是故意在做负面行销，用负面的声量冲点击率。而有些观众就表示，他们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负评，好奇这部剧到底拍多烂才点开来看的。那台北女子图鉴到底为什么被骂爆？观众们都批评了什么呢？那开始之前，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奇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企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企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进入正题之前，先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台北女子图鉴》。它总共有11集，剧中时间横跨20年，描述向往都会生活的主角林一山离开台北南老家，到台北发展之后，在职场生活和爱情当中的各种经历。这部剧作为 Disney Plus 在台湾投资发行的原创作品，在开播以前就备受期待。不仅耗时3年，花费了超过1亿元的预算制作，更找来了超级华丽的卡司阵容。除了主演桂纶镁，还有像是王柏杰巫建和、张孝全、连俞涵等等的一线明星。而让部分剧迷更期待的是，想要看看台北版女子图鉴会如何诠释，因为这出剧其实是改编自2016年小成本日剧《东京女子图鉴》。那因为东京版的口碑很好，中国后来也连续翻拍了上海跟北京2个版本。但是备受期待的台北版开播之后，却引来了大量的负评。在我们录影之前这部剧播到第4集，所以今天呢会就前4集的内容整理一下网友们批评有哪些。目前批评的方向主要有3个，首先是认为这出剧的剧情跟台词充满了刻板印象。在这出剧的前2集当中，描述了主角从台南到台北的心路历程，却被批评为了凸显两地的城乡差距，出现了许多的刻板印象。脸书粉专台南市就批评这出剧把台南人写成智障，比如作为台南人的主角明明读时尚相关科系，就画了很夸张的金童玉女装去彩妆公司面试，又或者在言谈之间展现出他很不懂察言观色很又爱管闲事。台词呢还会不断暗示说，这些不是角色的个人特质，而是地域的差异。像彩妆公司的面试官呢，就直接用妆容判断主角不是台北人。还有主角在追问亲戚私事的时候呢，也被说真正的台北人不会管别人家的事。这类的情节跟台词被批评呢，是在吹捧台北人，矮化台南人。不过台北人这边也觉得被抹黑，认为他们没有像戏里那么的骄傲跟冷漠，更不会用妆容去歧视外地人。批评者认为这部剧为了要扣题呢，硬是一直在台词里面说台北人就是怎样，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同时惹怒了南北两地人。而除了对人的刻板印象之外，他们还认为这出剧对时空背景的呈现也不及格。许多人指出，这部剧有不少基础的事实错误，比如剧中的台南伴手礼竟然是台中大甲名产玉珍心。此外呢，很多人也批评主角从台南永康搬到台北永康的过程完全不符合现实，硬是把位于市区的台南永康拍成乡下，而主角在这个台北永康望着葱抓饼的这个摊贩说自己什么都买不起的桥段，也被吐槽南北物价根本没有差那么多。那也有人表示剧中呈现的刻板印象呢，跟城乡差距放在80年代或许还合理，但这部戏
戏呢，又很明显的是近10年的故事，因为主角到台北时拿出三星2013年出的 Galaxy S4， 选用了快10年前的机型，应该是刻意用来标示年份的。但如果是以2013年主角北上当做基准，那还是有各种 bug， 比如呢，在主角北上前，画面就出现了2022年的选举海报；北上不久之后呢，捷运路线图当中又出现了2022年才通车的淡海轻轨，甚至剧情当中还出现了疫情后广受讨论的口罩装，让许多网友表示越看越出戏，不知道是在演哪个年代。而也有不少的剧评认为更让观众缺乏代入感的核心原因是故事的主轴缺乏了说服力。许多剧评认为呢，在这出戏最大的 bug 是主角北上的动机不明，等于少了驱动整个故事的关键。虽然主角说他是为了成为梦想中的自己才离家北上，但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梦想跟企图心，又为此做了什么努力。比如他一开始说对于彩妆有兴趣，但去彩妆公司面试前呢却没有做功课，甚至还迟到。后来呢去面膜公司上班，明明薪水很少，却又觉得很安定，没有必要换工作。很多人就质疑说，如果追求安定，又何必要离开台南？剧中也没有说明台南哪里不能够满足他，而且除了主角高中时参观101很兴奋，或觉得台北女生很有自己的样子等等模糊的印象之外，也看不出他干嘛非要到台北。此外，他的恋爱经历也让许多人一头雾水，我觉得他一开始天真无邪，怎么到台北就越来越乱来？先是跟暖男交往呢，却说自己想要的更多，就把人家甩了，但也没有说那个更多到底是什么。之后呢，又成天买醉玩速食爱情，被批评是到台北上渣女养成班。剧评认为呢，正是因为主角到底想要什么没有明显的呈现出来，所以无论是他北上的决定，或是在恋爱当中的选择，都欠缺了动机，也因此没有说服力，无法让观众理解或产生共鸣。许多的观众质疑台北女子图鉴中出现的各种刻板印象 bug 剧情也没有说服力，是因为剧组没有做好功课，尤其因为吐槽点大部分都集中在剧情跟台词上，编剧也成了舆论标靶。那对于这些批评呢，也有一些演员出面替幕后人员发声。客串演出的连云涵就表示台湾的影视产业还不是很成熟，常常有时间不够啊、钱不够要置入业配等等的状况，所以剧本呢也往往要跟着调整，而编剧几乎没有决定权。饰演主角妈妈的林嘉丽呢，跟爆料说，其实剧组中大家都知道玉真心是台中的，只是因为有业配需求，只要想办法把商品给置入。据说也有幕后人员在推特上面爆料说，那些被骂的点其实是幕后金主或演员的决定。不过这些贴文很快的就被删除，内容也还没有得到证实。目前剧组这边呢，只有导演林云婵呢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剧组有好好做田调，只是在受到限制的状况下，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呈现出来。他也说会认真吸收观众的批评，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林云婵表示呢，这部戏不是典型的女性成长故事，重点其实是多元价值，这也是跟原版《东京女子图鉴》很不同的地方。因为原版很明确的指出怎样才是成功的人，但台北没有标准答案，怎么样都没有错。那为什么原版的《东京女子图鉴》评价会这么好呢？有剧评认为东京版成功的一大前提是日本的城乡差距很明显。剧中的主角的老家秋田呢，是以农业闻名的乡下地区，而东京则是世界10大金融中心。此外，主角的人设也很连贯，无论是喜欢或是讨厌他的观众，都能够清楚知道他想要什么。打从第一集呢，他就说自己的梦想是要成为让人羡慕的人，所以才要到繁华的东京赚很多钱，穿很多名牌，找条件好的男友，拥有羡煞众人的婚姻。而且他也很坦白的展现自己的欲望，不是东京改变了他，而是他本来就爱慕虚荣，因此他离开老家或甩掉暖男男友的理由都很明确，他要的不是平凡的幸福。同时，最后开放式的结尾也被称赞，没有去肯定或是否定主角的价值观，让他在东京打滚20年后一度失落的回到老家，但最后似乎还是不甘心的又回到了东京。也就是说，主角既没有获得励志人心的成功，也没有突然来一个心灵鸡汤式的幡然醒悟。有人认为这样的结尾一方面没有强加任何的价值观给观众，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显实的呈现出了在大城市的异乡人不断的被消磨却难以回头的状态。那既然东京版评价这么好，在城乡差距超大的中国，北京跟上海版评价也很好吗？
在中国的豆瓣网上面呢，北京跟上海版分别获得 6.2 跟 6.7 的评分，跟台北版的 6.1 分相去不远。在台北版引发热议之后呢，就有中国网友直言，台湾或许因为城乡差距不大，撑不起这个议题，但中国明明城乡差距超级大，却也没少拍出大烂片。北京版刚开播的时候呢，就因为呈现出北漂的生活而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但后来却急转直下。批评者认为主角的际遇根本不写实，光靠着男人就能够从灰姑娘变凤凰，但真实的北漂女子呢，却加班到没有空恋爱努力几年还是只能住在破雅房。而评价稍微好一点点的上海版呢，则被认为没有这个弊病，主角一路靠着自己打拼，成为上海前10% 的成功人士。但还是有人批评编剧呢外挂开很凶，但在真实的上海根本不是努力就会成功。换句话说，中国的2版女子图鉴当中，主角离乡背景的辛苦获得了不少共鸣，但是主角的成功结局却是多数人没有惊艳到的，因此许多观众会有落差感，觉得这样的剧情安排美化了中国大城市的残酷。其实我们最初也是抱着吐槽的心情去看《台北女子图鉴》不过我们觉得这部戏其实有一个蛮好的现象是，它创造了一个时机，借由讨论剧情跟现实经验的相同或不同，让大家去分享自己对于家乡的看法或是北上的经验等等。像是主角租房子的那一段呢，其实跟我们团队里面一些人在台北的租屋经验蛮像的，真的是租金5000以下，连雅房都很难租到，可能只有铁皮顶家之类的。或是我们也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分析原生台北人的辛苦之处，也让我们团队里面的台北人蛮有同感的。我们觉得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社群平台上面有那么多的人那么踊跃的讨论台湾每个城市，分享自己移居他乡或留在原乡的生命经验。感觉全台湾的人呢都很多话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故事分享。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台北女子图鉴》这部剧本身虽然被批评片面或失真，但它所创造的舆论空间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多元、很真实的台湾人图鉴。好的，那最后呢要来问大家，你有看《台北女子图鉴》吗？感觉如何呢？有看但气了，实在是太多刻板印象跟 bug 看不下去。B 有看跟朋友一边看一边吐槽呢，带给我很多快乐。C 有看觉得没有那么糟，比起很多台剧算很用心了。D 没有看但被骂成这样子，反而很想要看看拍成怎样。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北女子图鉴》为何被骂。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花木兰真人版的争议，以及台湾影视产业的血汗悲剧。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